感谢光荣寄给我这箱，这应该是 PlayStation 的豪华版。要开了，来，噔噔噔，再给它剖腹，唰，对，地图是地图，本体特点剧本刘备的三军师，所以这是你有序号的话就可以下载。纪念书签。这一本比我想象的精美很多哎，还有这个手绘集，这是能拍的吗？这是他们的算初稿之类的制作过程介绍，然后还有他们的表情，他们在讨论的过程。哦，还有这是他们开剧情的其中一个片段，他们会在染色之前有一个黑白版本，然后再点色下去。怎么办？我原本打算就要抽的，但是我现在全部都想要。我跟光荣说我要抽，但是现在突然开始有点想要坏坏的感觉，而且有路抗，我要给好评。没想到他今天把路抗收进来，光荣亲儿子。甘宁，这个排版绝对是故意的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，排在一起，是我最想要的东西。这个地图，这地图太烧了吧？贵机无怎么办？这个我不想抽了。三国志8 Remake 三国经典多功能桌垫，我就当做没有这个地图好了，剩下的可以抽没关系。抱歉了各位，地图我要暗扛了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还是会抽给大家。感谢光荣特库摩公司提供我们 PlayStation 5的实体特仕版，这次会抽给我们的会员，预计11月7号晚上会在 DC 上抽出我们的幸运儿会员。我希望抽到的会员是真的有 PS5， 到时候可能会请抽到的幸运儿跟自己的 PlayStation 合照，然后做个很奇怪的姿势之类的。活动详情办法我会再公布给会员们。接下来进入本片的主题，《三国志8 Remake》有个重要的要素，就是能丰富人间戏剧的演绎传。可以说演绎传很大程度的串起了整个游戏过程的连贯性。透过5+1大类的演绎传，让玩家可以带入当时的历史，也可以像在追剧一样的欣赏故事。玩家开启一个新的剧本的前中期，会有5大类的演绎传：指南、委托、目标、交流、历史。游戏最一开始有结合新手教学的指南类任务，搭配着水镜先生魔性的笑声，一方面教玩家游戏内的机制，一方面在完成任务后会拿到一些实用的好物，例如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或是给玩家这个如果亲密度有达到信赖的朋友，可以给他这个友好信物，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，达到敬爱。当亲密度是敬爱，下一次谈话，异性的武将可以选择跟他结为配偶或成为金兰，男女是可以有纯友谊的，同性武将则只能选择成为金兰。三国世界果然落后现代台湾2000年啊！委托类演绎传是整合了像时代的9家任务，帮人民洗刷冤屈、寻找消失的物资、讨伐山贼等任务，完成可以获得一定量的金钱和名声。这个名声可能是武名、文名、恶名，会根据玩家的选项有所变化。玩家可以根据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去做选择。三国志8 Remake 相比旧版8代，新增了让非君主的玩家人生有不同的选项，更有机会一展长才。例如旧版8代想当太守，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跟太守提案，让自己作为大将出征到其他城市，打赢之后有高几率顺理成章的成为新占领城的太守。但麻烦的是，常常太守死不放行。这次三国志8 Remake 提供了另一条路，不再烦恼主管太巴西，只要符合一定条件，就可以直接让大老板看见你的努力，分配给玩家太守或军师等职位，让玩家有发挥的舞台。除此之外，在目标类演绎传，有时还可以左右老板的重大决定，继承地位、禅让还是强索。拟真派玩家可以选择让刘备继承地位，调皮派的玩家也能恶搞，让刘备强索地位，把汉献帝踩在脚下。交流类演绎传让玩家有带入三国的生活感，像是在全系列武将制的几代中，已经是定番的势力内擂台赛，这次也没少被收入在交流类演绎传里。老板每年都会发御前比试通告，召集同势力的武将们共襄盛举。当员工的武将可以参与单挑或舌战的比试，报名单挑有机会获得武力经验、武名，参与舌战有机会拿到智力经验和文明。当老板的也能获得魅力经验，可以说是一个 team building 的活动，创造老板和员工的共荣，更有向心力。还有一些为朋友处理的事件，像寻求良药、仙人的传闻、探望生病的朋友，帮他找药让他恢复健康，为天命将至的挚爱延长寿命。另外，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系统内总共提供了7位必娶的才女，以及2位男子，供大家娶回家。才女们有各自擅长的领域，女中豪杰、武家之女、柳絮才高、志士巾帼、颜姿妖艳，这5位刚好对应到5种能力值。他们开的条件可不低哦，不是
随随便便的女人，你需要在该领域有不错的能力或名声，才能抱得美人归。话说柳絮才高这个采姬应该是谢道韫吧？有必娶的女子，还有必娶的男子。这个知识经纶的商人男子薛谦，什么要我花1000金买他的商品？差点就要提醒各位女玩家，这个薛谦是诈骗，他骗财又骗色啊！好在后面知道他只是一个称职的商人，不是诈骗吧？再来是本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演义传的重头戏——历史类，推进剧情的历史演义传，玩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执行，可以自由决定很重要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发生或回避事件。像是大家跟我一起在直播中玩的进度，跳出了通知，可以执行吕布的死期事件。身为一个人在荆州的看戏仔乐子人，想看中原越乱越好，他们越乱，我这边过得越舒服，所以选择不执行。但我看到魏公之乱，立刻执行下去。董昭鼓动曹操称功，气得荀彧自尽，对我来说赚到啊！曹老板平白无故就少了一位重臣，原来是远端杀人的部分。其他各种经典事件也少不了，像是官渡之战、三顾之离等。玩家当然也能自由选择是否推进历史。另外，美女连环计和经典的赤壁之战等事件，还有额外的影片可以观看，并且有触发过的影片，之后可以在鉴赏影片里再次欣赏。这边我有一个小小的发想，如果这边不绑定要刘备去找亮子，让不同势力的玩家也有机会去找诸葛亮三顾茅庐的话，一定会非常有趣。试想看看，玩家用周瑜在2007年讲在刘备之前，直接来个捷足先3登，周瑜联手诸葛亮的画面，那该有多美好！又或是像这个飞无下阿蒙，如果能让孙权以外的君主身份的玩家也有机会劝吕蒙、蒋钦认真读书，这个历史代入感绝对上升不止一个档次。说到这个，官方现在征集大家的创意假想剧本构想，我是不是也去投个周瑜联手诸葛亮的假想剧本？除了以上5大类的演义传，还有另外一类在游戏进入到中后期的结局类，为玩家提供多元结局，不再只是武将统一全中国才是结局。我个人很喜欢中期结局的模式，因为不管是旧版8代，还是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，有一大特色就是《三国志》全系列最齐全的剧本。剧本的数量之庞大，如果想每个剧本都玩到统一，真的是一大工程。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提供的多种中期结局，例如称霸地方结局的称霸西北，或是中期结局，让玩家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剧本。贴心的是，想玩到统一全国的玩家，也能透过这些结局类演义传，为自己增加士兵与资源，一样是可以自由的选择。这次《三国志8 Remake》还有完成几个结局就可以解锁其他剧本或编辑功能的小彩蛋，那么透过中期结局模式可以更快速完成剧本，而且这代还会在这写个完，表示你完成过的剧本。我相信一定有人是收集控强迫症，想把所有剧本全部都至少破关一次。还有在野武将流玩家的福音，不用去任何地方上班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达到5名5000以上就可以让你的5名名留青史，依然可以算是破关完成一场完美的人生嘛，我们现实都要上班当社畜了，在游戏里不上班只耍废总可以吧 ？By the way， 如果5名5000以上的话，在 Steam 的玩家就会获得成就名声响亮的猛将，还有不同的成就可以去完成解锁。其他的结局我就卖个关子不爆雷，让大家自己去《三国志8 Remake》的世界体验吧。